欢迎来到一段探索今日乌克兰土地的早期历史的旅程。上集我们回顾了400年前赫梅利尼斯基带领的哥萨克起义，这是乌克兰现代民族独立意识的起源。现在我们把时间线拉到更大的维度，这个故事跨越了100万年，从人类存在的最早迹象到强大的中世纪国家基辅罗斯的兴衰。加入我们，一同探索塑造东欧这个重要区域的文明、文化和关键人物。我们的故事始于遥远的过去，在乌克兰这片土地上发现了欧洲最早的人类居住证据。在乌克兰西部科罗列沃的考古发现揭示了距今140万年前的石器工具，这使得该遗址成为欧洲大陆最早有确切年代记录的人类活动的地点之一。乌克兰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了出现在公元前4-5千年前的库库特尼特里波列文化、亚姆纳文化等当时先进的原始文化。肥沃的黑土地为农业提供了理想的条件，而众多的河流，特别是强大的第聂伯河，则成为重要的交通和贸易通道。早期居民也利用了丰富的森林资源，并从事碎石等资源的交换。这种多元的文化和丰富的资源为一个重要文明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历史上第一位记录今天乌克兰地区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古希腊的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世界以古希腊城邦为中心，向北延伸到今天的克里米亚和黑海与里海之间的大草原，向南抵达埃及。对于古希腊，如果说埃及是上古文化和哲思值得研究和模仿的话，那么今日乌克兰所在的这片土地就是典型的边境地带，在当时的希腊人看来是希腊文明与其对立面的野蛮世界的碰撞之地。事实上，在希罗多德之前，大多数希腊人认为这里是蛮族与诸神的战场。一些人相信特洛伊战争的英雄荷马史诗里的主角阿克琉斯就长眠在这个神秘国度里。在《历史》一书中，希罗多德不遗余力地介绍了这片边疆之地的居民斯基泰人，并对他们的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希罗多德所描述的这些野蛮民族，为古代西方世界提供了最初的关于乌克兰的认识，虽带有浓重的传奇色彩，但也反映了西方对于这片神秘土地的好奇与敬畏。在公元前的世纪里，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与现今乌克兰草原居民之间一直在进行着贸易和局部战争的轮转。到了公元4世纪，在欧洲旧史学家称之为蛮族入侵的时代来临，让古罗马帝国在蛮族压力下走向崩溃，形成了东罗马帝国，或者叫拜占庭帝国。这里包括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哥特人，以及被称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的部众匈人。这里的匈人汉是否就是西迁匈奴人，中外学者其实有争议的。汉起源于里海附近，可能有西迁匈奴人的血统，但更可能是多个部落的联盟。在公元6世纪初，斯拉夫人第一次出现在已经虚弱的拜占庭帝国的边境上，给当时的拜占庭皇帝扎什丁尼大帝带来边患的同时，也逐渐开启了贸易往来，并且逐渐形成了若干定居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基辅。基辅的建立标志着东斯拉夫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传说在公元5世纪末或6世纪初，这座城市由3兄弟基伊、谢克和霍里夫以及他们的妹妹利比德所建立。虽然这个传说的历史准确性尚有争议，但考古证据证实，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基辅地区就已存在人类聚落。基辅坐落于重要的南北和东西贸易路线的交汇处，使其成为一个天然的中心。公元9世纪中叶，瓦良格人即维京人控制了基辅。大约在公元882年，来自诺夫哥罗德的瓦良格统治者奥列格征服了基辅，并将其定为首都。这一事件被认为是基辅罗斯成为第一个统一的东斯拉夫国家的基础。顺便提一句，奥列格在夺取基辅后，曾将自己的马鞍挂在城门上以示征服，结果马鞍被风吹走，成了基辅城的风中之马笑话。
基辅的经济繁荣与其作为主要贸易枢纽的地位密不可分，它位于著名的瓦良格人到希腊人的道路的中心，这是一条连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拜占庭帝国的重要水路，这使得基辅能够控制北部毛皮、蜂蜜和蜡等商品与南部奢侈品、香料和贵金属的流通。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将东正教定为国教，进一步加强了与拜占庭帝国的联系，并提升了基辅作为精神中心的地位。在文化上，基辅经历了黄金时代，以宗教建筑、艺术和教育方面的显著成就为标志，圣索菲亚大教堂和洞窟修道院等宏伟的建筑就是例证。基辅罗斯的初步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瓦良格人统治和东斯拉夫部落融合的过程。奥列格及其继任者，如伊戈尔和斯维亚托斯拉夫，继续扩张他们的领土，巩固对周边部落的控制。由瓦良格人留里克创立的留里克王朝，统治基辅罗斯数个世纪，有效地将分散的斯拉夫部落整合为一个更大的政治和文化实体。瓦良格人到希腊人的道路是中世纪一条至关重要的贸易通道，它通过基辅罗斯的土地连接了北欧世界和富裕的拜占庭帝国。这并非一条单一的道路，而是一个由波罗的海和东欧河流系统组成的复杂网络，利用了诸如涅瓦河、沃尔霍夫河、洛瓦季河、西德维纳河以及至关重要的第聂伯河等河流，短途陆路运输，有时甚至需要拖船，将这些不同的河流系统连接起来。第聂伯河在这条重要的贸易路线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是基辅罗斯境内最重要的南北向水路。它将北方的河流系统与黑海连接起来，为贸易提供了天然的便利。基辅坐落在第聂伯河沿岸，因此成为这个网络的关键枢纽。虽然第聂伯河上的急流对航行造成了一定的挑战，但这并没有阻止商业和文化交流的进行。沿着第聂伯河，来自北方的商品、毛皮、木材、蜂蜜和蜡可以高效地运往南方。作为回报，南方则向北方输送丝绸、葡萄酒、香料、珠宝和书籍等奢侈品。这条河流不仅促进了国际贸易，也加强了基辅罗斯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瓦良格人到希腊人的道路对基辅罗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上，它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控制贸易路线和收取关税成为统治者重要的收入来源。繁荣的贸易刺激了当地手工业和工业的发展，以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在政治上，保护和控制这条重要通道的需求促成了东斯拉夫各部落在基辅权威下的统一。与拜占庭帝国频繁的贸易往来也使基辅罗斯在外交上占据有利地位，并使其接触到拜占庭的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实践。在文化上，这条道路是拜占庭文化传播到基辅罗斯的主要渠道，最显著的是东正教的传入，这深刻地影响了基辅罗斯的艺术、建筑、文学和社会习俗。瓦良格人和斯拉夫人的长期互动也促进了文化融合，形成了基辅罗斯独特的文化特征。在基辅罗斯时期，自由个体进行协议的精神确实存在。长途贸易本质上需要贸易双方之间的信任和约定。瓦良格商人和当地斯拉夫部落之间的交易，以及瓦良格人作为雇佣兵为基辅罗斯和拜占庭帝国效力，都依赖于契约关系。这种精神为未来的商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基辅罗斯的历史上涌现出许多具有重大影响的领导者，他们通过利用贸易和建立相对稳定的秩序，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弗拉基米尔大公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他通过将东正教定为国教，加强了与拜占庭帝国的经济联系，为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奥列格通过军事征服和外交手段，控制了重要的贸易路线，并与拜占庭帝国签订了有利的贸易协定，极大地增加了基辅罗斯的财富。亚罗斯拉夫一世，又称智者亚罗斯拉夫，他在公元1019年至1054年在位。
他统治时期是基辅罗斯的鼎盛时期，他继续发展与各国的贸易关系，甚至编纂了法律文献《罗斯法典》，在一定程度上为商业活动的规范化提供了法律基础。尽管他们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这些领导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利用了贸易带来的机遇，并致力于建立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为基辅罗斯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基辅罗斯的衰落是一个由内部弱点和外部压力共同加速的渐进过程。最具毁灭性的外部因素无疑是蒙古入侵。公元1240年，蒙古军队洗劫了基辅，对这座城市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内部问题也在衰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贵族对对外贸易日益增长的控制，也将财富集中在少数统治者手中，削弱了市场的活力。顺便提一句，蒙古人入侵时，基辅的居民曾尝试用蜂蜜和蜡来修补城墙，但结果被蒙古骑兵蜂拥而至，城墙根本挡不住他们的进攻。这次入侵导致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富损失，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斯拉夫地区的政治格局。基辅罗斯从此失去了其统一和强大的地位，分裂为众多受蒙古、金帐汗国统治的小公国。然而，内部问题也在衰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智者亚罗斯拉夫去世后，基辅罗斯的广阔领土被分封给他的儿子们，导致了长期的诸侯内战和权力斗争。这种持续的内部冲突严重削弱了中央权威和国家的整体实力，使其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来应对外部威胁。基辅罗斯的政治结构虽然最初实现了统一，但仍然相对分散，地方诸侯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随着中央权力的衰落，这些地方势力崛起，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离心倾向。经济因素也导致了衰落。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的贸易路线开始转移，诺夫哥罗德等新兴中心通过伏尔加河等替代路线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基辅作为曾经的贸易中心，其经济重要性逐渐下降。此外，与诸如波洛维茨人等游牧民族的长期冲突消耗了基辅罗斯大量的财富和资源，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贵族对对外贸易日益增长的控制，也将财富集中在少数统治者手中，削弱了市场的活力。最后，十字军东征以及西欧国家与东方建立的直接贸易联系绕过了基辅罗斯，使其失去了作为东西方贸易重要中间人的地位。乌克兰的早期历史，从远古居民的迁徙定居到基辅罗斯的衰落，是一个持续变化和深刻发展的历史。基辅罗斯的崛起得益于其战略位置和对瓦良格人到希腊人的道路的控制，促进了经济繁荣、政治统一以及与拜占庭世界的文化交流。奥列格、弗拉基米尔大帝和亚罗斯拉夫智者等关键人物在这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商业文明和自由协议精神的完整故事在后来才展开，但其种子在基辅罗斯时期的贸易和互动中已经播下。尽管由于内乱和毁灭性的蒙古入侵而最终衰落，但基辅罗斯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作为第一个强大的东斯拉夫国家，它深刻地塑造了该地区的文化认同和随后的历史轨迹。基辅罗斯是现代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共同的历史祖先，在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方面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基辅罗斯的记忆和文化影响在乌克兰民族认同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持续影响着其后来的历史发展。